我不是 Anya 睡，我是就睡。其实呢，我今天换了一个地方拍影片。我要骑过来的时候呢，我就后悔了，因为台风呢离我们非常近，已经快进来了。今天的深夜，明天的凌晨，所以呢风非常大。我刚刚骑车骑到一半我就后悔了。其实现在呢，这个稳定器呢，一直被风吹的。我看这个收音更困难吧。虽然这个收音的麦克风不错，可是呢，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吧。这么大的风，而且呢，它是好，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浪。它浪呢已经非常高了，然后呢这边本来是可以，我曾经在这里呢生活过一阵子，所以呢本来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更比较当地人在去的那种秘密景点。这里呢，本来可以下去，可是现在呢，浪非常大，所以根本就不可能下去啊！你看那边那个浪都满了。我已经大概，我去年有去台北，我去年去已经超过1年了。我是去看梵谷的展览，是念梵谷还是梵谷？因为我去看那个他的画嘛，他真迹哦。然后呢，虽然后来那个展览有被批评嘛，现在在故宫也有另外一个展，也有展梵谷，还有高更，还有谁？有一些印象派的画家吗？他们在他们的展览合展啊，没有像去年的那个好像是什么银行办的，然后就因为有点掉漆嘛，落差，所以呢，专家批评是说，好像是那个好像不是梵谷啦，就是他的那个光的。他们是用光影去追梵谷嘛？可是梵谷应该是比较，他的应该比较精神层次的吧，而不是这种光影的专家啊什么的。我胡说八道的。
那个风大到呢，把海滩的沙，还有陆地上的沙呢，都吹起来，所以感觉好像有点沙尘暴。那就是因为风太大嘛，风太大就把这些沙尘吹起，而不是那一种很标准的，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那种沙尘暴。这个我没有办法，因为不可以观浪嘛。如果台风真的来的时候，应该是因为这个浪应该还不到3公尺吧，可能晚上的时候就不能了，晚上的时候就不太能够在这边在海边了。因为我上次呢，我那部片还没有剪出来。其实我最近剪的有点，我不应该在这里讲放弃了。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观众喜欢听一个创作者说一直要放弃，一直要放弃。因为你一直要放弃，你就代表你不能准时出片嘛。那这个准时出片呢，一直是在 YT 的新创作者来讲的。它是一个铁律，它是一个你必定要遵守的，要不然呢，大家就不会去关注你啊，然后 YT 也不会去推播你啊。因为我上次呢，我的拍片啊，我已经有2片都还没有剪。因为我上次拍片的时候呢，我就说，因为我就去给那个超认真少年留言嘛，然后呢，我就留言了，然后我自己在我在录影的时候念出来的时候，我才觉得是因为我说。他去奥地利哦，是真的出国奥地利去参加那个 YT 的创作者的那个会议嘛，还有那个应该叫演讲嘛。然后我就恭喜他，还有恭喜他的团队。然后我留言说呢，他们的成就很大，然后是我这个很渺小的人。新创作者呢，不敢妄想的，不敢去想的美丽愿景。然后他们有回我嘛，就说什么不能讲什么来，他就有回我说，大家都是这么孤单、这么辛苦开始的，这样慢慢开始。可是我一旦说出渺小这个字呢，这个词呢，我就回想到我当初会来拍片，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删我留言嘛，就是这些中国创作者删我留言嘛，然后我怎么连一个发言的权利都没有呢？我怎么会渺小到这样？对，这就回到渺小这个词嘛。后来呢，我就觉得说，我就是不想这么渺小的来当创作者。结果呢，我还是变得更渺小，也没有更渺小，就是每发一次片我就更渺小一点，就比当初那时候发第一部片之后，然后每一部片呢发完之后的那个流量，还有反馈，还有众多的一些数据啊什么的，就让我觉得，
我越来越渺小啊！我不要再 complain 了，到时候又因为其实呢，这2个礼拜呢，我的数据都没变，就是我的不是数据啦，就是我的，就直接讲就好了，就是我的订阅数呢是停滞不前的。然后前2天呢，我发了那个短片 Shorts， 更好玩，因为我已经非常的意兴阑珊、索然无味嘛，我都自己在自己的影片里面说的。然后这个。我就重回我刚开始我在发短影音那时候，就是完全不经剪辑，然后就想办法拍1分钟，连长度都没剪哦，就是在剪的时候呢，不是在录的时候呢，我就拍1分钟以内，然后呢就直接上传这个，你知道这个3种稳定器多搞笑哎，他在抽筋哎，真是笑死了呢你，他就这样玩一，他被风吹得不知所措啊，就是他应该要去稳定我的摄影，可是呢，风一直在搅局啊。然后呢，他的晶片不是很高级啦，他一定有晶片嘛，只是那种可能是什么几百奈米的那种，不是几百奈米啊，我不懂。之所以呢，回到刚刚的话题，就是说，我就拍那种上传嘛。那我在之前呢，还上传了我剪了大概剪了3-4个小时的短片哦，结果才不到，才10几次，还是30-40次观看。结果没想到呢，我照我以前的呢，反而是它还没有1天，还没有24个小时，它就飙到1000多次观看。我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哎。我说我对这个 YT 的那种，还有对观众的口味、品味，或者是说他们的观看的模式，或者是他们的喜好。当然啦，我后来想一想，其实1000多次跟几十次有差别吗？让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我觉得没差别，好不好？因为他这些数据呢，在对一个新创作者来讲，比如说他要过盈利的这个门槛嘛，他这个永远都，你这样子一直下去的话，你就算是拍了100部、1000部，不能啊！就是你的那个1000部太夸张了，1000部我一天要上几部，我一天要上30部哦，他也不可能让你这样上吧？就是说，因为你要在1年之内达到它的门槛嘛，可是这些数据根本就没有帮忙啊！就是你不可能在1年之内，你说1000次观看，就是那种小短片1000次观看，然后订阅数呢像蜗牛一样慢慢的走。其实这个都，它对你那个没有帮助啊！你不可能在1年内达成啊，半年、1年的都不可能啊！所以
几十次观看跟1000多次观看，对我来讲根本就没差。好了，再回到那个啦，虽然是说没差，可是这个关注度还是有一点差别吧？为什么？我去剪，我花了4个小时去剪一个短片，都没有人要看。结果呢，我发的那种我都还没有学剪辑之前的短片呢，对，音乐是音乐。我后来发现，因为音乐呢，我现在还不会用啊，可是我也不想用。我刚刚讲了嘛，其实它那种观看数还对我来讲还是一直都是不够的啊，就是有可能的差别是在音乐，因为我选的音乐都是一些很热门的，就是在秀词里面呢非常热门的那种1分钟的音乐。这些音乐呢就会从世界各地呢，他们有的呢是从这个音乐的那个版面呢去看到我的短片的。所以啊，这个又回到其实我前几集的我一开始拍长影片的前几集呢，我就有讲过啦，我就是够狼玩啦，就是觉得说我的感想就是我很够狼玩。当然啦，我其实是音乐的关系啦，我现在后来想通了，就是说我够狼玩啊，为什么？我那时候我还曾经拍过很多次那种我人不上镜的嘛，结果我人不上镜的我人不上镜比我上镜的影片呢流量还要好啊！说来话长了，不多聊这个了。其实再往北部骑呢，再往北部骑一点也没有很远啦，大概再多骑个20分钟呢，会到我们以前呢只有当地人知道的那种叫什么，就是秘密景点。可是我不想骑了，太远了，而且那时候后来这边的那个海滩呢都有变，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后来的台风吧，那个太强的风啊、浪啊，然后呢，以前它这边的沙滩呢都是真的沙滩，就是沙子这样。后来呢，全部都变成小石子，就是那种小石头，不是大石头，就是一些小石头这样，就不是那种沙滩了，就是一颗小石头一个小石头，然后全部的海滩哇，也是很壮观啦，就是全部都变石头这样。而且呢，我很久没有骑这条路了，哇！刚刚骑的时候我就说，怎么这么多车啊？因为其实呢，现在呢，就是全台湾呢，你说偏乡也没有现在那种多偏乡啊，除非是你在非常高山上吧。然后现在的一些之前所谓的偏乡呢，它就是已经开始都发展的很已经过度开发了啦，所以呢，它就非常的，你看像我们家的小村子，也是那个车多到什么样子？那个叫小村子嘛，那个车多到，其实已经非常久了。我们那边算是更早开发了，然后一些地方像这个地方也是啊，你看。我很久没有骑这条路了，结果现在这么多车，要不然以前这个时间这么热，然后又
因为这个时间的话，没有什么车的啊，没有轿车或者说机车啊，就是一大堆的车啊。我这次学乖了呢，我现在就不把我的这个，我不把我的手表打开了。哇，上次我上次花了好久时间在调那个音轨，结果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就是它跟我的嘴巴、我的嘴型呢不能对在一起。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录到一半嘛，然后那个他就电话打进来，然后不知道是谁啦，我后来看我也就是不认识的号码嘛，然后呢，他就是透过手表在响，然后结果呢，全部的他后面的音轨呢那一段呢，他后面的音轨都不对，因为他被他挡住了嘛，他们就没有办法处理吧，他就是里面的。因为我记我上一支长片呢是那个真的是一支长片哦，我真的也是我在发的时候我也想说，天哪，我要发1个小时的长片吗？可是我还是发了啦，当然咯，没人看就是没人看啦。我去跳楼、跳海嘛，没人看了，这说不定啊。可是我不可能去跳楼、跳海啊，录给你看啊。我自己先去跳了，我根本就，我不知道我可以拍出这个地方的美丽吗？因为我很久没来了，然后今天天气又不是很理想，因为风非常的大。忍耐一下，不好意思，因为呢，这是不是我发明的啦，其实这应该是说，其实也是我的无声抗议吧，然后也是我觉得。因为那时候，我现在一直脑中呢都有4个字，就是返璞归真剪辑法，就是那时候我在刚学剪辑的时候觉得很好玩嘛，然后就哇一直加东西啊，我后来我大概上个月我看到阿滴，那应该不是阿滴剪的啦。然后呢，他就在公布他们去土耳其的那个花的费用嘛，他们的那个4角恋的那个，他们都有参与那个拍摄。然后因为他们很吵嘛，然后他就放了一只那个很有名吧，那个梗图就是一只土拨鼠在那边大叫，有没有？在那个山上大叫。然后呢，阿滴还放了好几次，然后他被骂了，然后他就在留言区就说：“你这个什么鬼节奏啊？你为什么一直放那只靠腰的土拨鼠啊？”就像很多在中国的那个创作者，他们会放哪一个？你知道吗？他们最有名的梗图应该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女生哈哈一直笑的那个梗图。我不想放。因为其实那些梗图呢，一开始还蛮那个，可是当全部的创作者都在用的时候呢，就变得一点都不好玩了，大家就开始腻了，而且非常的破坏节奏。然后阿滴呢，在那边放了好几次的那个土拨鼠大叫，然后他被骂了嘛。然后我也有感而发，我就觉得说，真的其
其实这些剪辑呢，有点在耍花样啊，就是有点在画蛇添足吧。其实在我后来发现 YT 上的创作者呢，其实不需要剪辑到这样，就是它是一种，因为 YT 的受众呢一直都是不一样的啊，它就是跟传统媒体不一样啊，它就是跟传统电视不一样啊。所以我为什么后来的片也都不剪，就是把一些比较冗长的，或者是真的没办法的，比如说机械故障啊，或者是，对了，就事实证明还是没有人青睐嘛。这样做也不对，那样做也不对。哦天哪，我的东西会不会都飞走啊？就顺其自然吧。我是预计呢，我下个礼拜呢就会去认真的找工作，然后把这个当做副业了啦。这也没办法。我知道，人生的挫折就是这样嘛，你就是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这好像不太适合我讲我不是那个那么乐观或者是积极面对人生问题的人，所以咯，不多谈咯。最后呢，我就慢慢转圈，然后呢，给大家看看这个美丽的地方。OK， 再见，拜拜。